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和我一样热爱 Costco 的朋友们，经常是因为 Costco 的物品物美价廉，买了又买。不过 Costco 的食品多数都是大包装的，怎样将 Costco 的食品保鲜更长一点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样食品的保鲜方法。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欢迎点击订阅。我的频道是关于休闲购物、日常家居生活以及旅游分享等内容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会将从超市买回来的物品放在整理台上，用酒精先消毒一下，再分装处理。Costco 的很多物品呢，它外面的大包装盒里面其实都有独立的小包装，像这个麻薯冰淇淋里面是4盒独立的包装，所以将它们取出来，直接放入冰箱冷冻就可以了。大包装盒可以留作收纳盒用。还有一些包装比较小的食品袋，像这个用来装彩椒的，它是保鲜的食品袋，包装袋上有气孔，可以有效的让空气流通，开口还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密封袋，所以就这样直接保存就可以。罐装食品我多数也会直接放入冰箱保存。这个新鲜的玉米则是要整理收纳一下，新鲜的玉米很容易变质，除去马上吃的，最好是将其分装整理。我会用 Costco 的这种保鲜袋，将几天内不会吃的玉米两个装在一起，其他的则用大一点的保鲜袋放入冷藏保存。如果可以，最好将里面的空气抽空一下，这样保存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。准备冷冻的，在保鲜袋上写上日期，即使放入冰箱冷冻，也不建议放太久，也尽快在1-2个月内吃掉，否则时间久了，自己都忘了冰箱里还有什么了。以前我很怕买 Costco 的这个胡萝卜，这一袋10磅，通常储藏起来真是有压力，但终究抵不过 Costco 价格的诱惑。最近又买了一大袋，这次我分了几种方法来保存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第一种储存方法，找来一些买厨具用的包装纸，如果没有，用广告的报纸也可以，将胡萝卜每一个有层次的包裹一下，这样做尽量的让这些纸张能够吸去胡萝卜在储存中出现的水分，然后将它们装进密封的保鲜袋中。我家有一个放酒的冷窖，将它们就放在那里冷藏，另外一些我就放在地下室室温保存。又留下一半胡萝卜，这些先用清水洗一下。Costco 店里卖的胡萝卜其实已经很干净了，很少有泥，如果有泥的话就清洗干净，然后用厨房毛巾或者是餐巾纸将它们擦干。再稍稍修剪一下有伤的部分，太长的我也将它们一切2半，然后用一个高度适中的储藏盒，我用的是我在5月份 Costco 推荐视频里面介绍的这个 Dry Lock 储藏盒，将胡萝卜直立的放入，这样可以让胡萝卜的保鲜期更久一点。然后再放2-3根木质的牙签，这样它能够吸收一下胡萝卜里面的水分，以免反潮。然后盖好盖子，放入冰箱内冷藏。这是已经过了20天后在储藏盒内的胡萝卜，看上去比刚储存的时候稍稍干一点以外，还是非常的新鲜，完全没有生芽长须子的现象，所以这个方法可行。再看一下放在酒窖里面储藏的胡萝卜，也是20天后开始长芽长须子了。随着天气的转暖，酒窖太过潮湿了。再看一下我放在室温内保存的，比放在冰箱里面的要干一些，除了个别的生芽，其他的还好。所以现在看来，如果不能够冰箱保存，室温保存也可以。但是如果室温保存要背光，而且温度不能够超过25度。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除了炒菜作为配菜以外，还可以用破壁机将它打成果汁儿。将冰箱储藏的玉米也拿出来一个，北美的玉米大多数都是甜玉米，用来做汤做粥最好。为了做玉米汁儿，我会将玉米粒儿取下来，就这样将剪刀从玉米的底部戳进去，轻轻转动几下，玉米就会裂成几块，然后就会轻而易举地将玉米粒儿取下来。用这种新鲜的玉米粒儿打玉米汁儿，味道更佳。
加上1-2根胡萝卜，加水，完全不用加糖。这样搅打出来的胡萝卜玉米汁颜色也更加的漂亮。早上一杯这样的热饮，里面丰富的维生素 A、B、C、D 就不用说了，一杯下去暖心暖胃。再来看一下大蒜的保存。 Costco 的大蒜也是比其他超市便宜，但也是往往吃到最后不是长毛就是长芽。这次呢，我尝试一个新的方法，先将每一粒大蒜都去皮剥好，然后切去头部以及有坏的地方。这个大蒜的保存要花一点功夫，但是先这样保存好了，以后吃的时候就省事儿多了。把所有的蒜头都放入料理机中，把大蒜打成泥。研磨大蒜以及生姜我都会单独的用一个料理机，这一款是 Ninja 的，它的电机在上面，用起来也还算方便，就是容量比较小，用来做研磨食材还是不错的。将搅打好的蒜泥加入1小勺的糖，我发现加糖比加盐能够更有效的防止蒜泥变绿色。然后取制冰的容器，或者像我一样将 Costco 麻薯冰淇淋的盒子用来储存。㧟大勺蒜泥分别的放入分隔的储藏盒中，再用刮刀将其表面抹平，然后清理一下盒子的四周，盖上保鲜膜，将其放入冰箱的冷冻层冷冻4个小时以上。4个小时以后呢，将这个冷冻好的大蒜取出来，看看蒜泥都冻得很结实了，而且也没有变色。将它们脱模，然后放入保鲜袋中。装入保鲜袋后的蒜泥可以更好的密封住，防止大蒜窜味儿，也能够防止过于干燥。勤快一点，也可以在保鲜袋上注明日期。不过我吃的很勤，就没有写，这样再放回冰箱冷冻，随吃随用，非常方便。通常我烹饪食材的时候都会用到蒜泥，尤其是水煮鱼，吃之前淋上1大勺蒜泥、辣椒，再淋上油，让菜的味道完全激发出来。Costco 的鸡蛋，每次我也是买大盒的，这个储藏起来就比较简单。我会把小盒的鸡蛋盒都留着，大盒的鸡蛋买回来消毒一下，就分装到这个小盒里面。这样放入冰箱的时候能够更节省空间，拿取的时候也比较方便。鸡蛋我们家吃的太多了，每天早上至少要保证每个人吃1个鸡蛋，或煎或煮，或者是配着面包，即使简单的做一个蛋饼，中间卷上蟹腿肉或者是蔬菜，给上班上学的家人带饭，能够充当1个菜。所以1大盒的鸡蛋基本1周也都消耗掉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无论怎样保存的鸡蛋还都没有浪费过。杂粮和谷类我也会尽量的用保鲜盒来盛装，像这个1包2.27公斤的燕麦片，它本身带的包装袋可以重复密封的，我还是将一半倒入 Drylock 的储物盒中，以免每次开袋子的时候密封不严。放在储物盒的时候保存可以更持久一些。在储物盒上再贴上标签，将类似的杂粮谷物储藏在一个柜子中，保持阴凉干燥，让食材更新鲜。吃的时候会先吃袋子里面剩下的燕麦，这个燕麦我最喜欢用破壁机来打成面糊，加一点煮熟的黄豆，按自己的喜好加糖加水，隔三差五的就做一杯营养丰富、香浓润滑的燕麦豆浆。还有 Costco 的这个1组2包的芝士碎，买回来我首先将一袋完全的冷冻，另一袋则打开包装，按照每周大概需要的量分别的来储藏。这个芝士碎在冷藏的条件下可以放2到3周，所以用小的保鲜盒把这几周要吃的先放冰箱冷藏起来就可以了，多余的都要放到冷冻。芝士碎冷冻后可以储藏很久，半年应该没有问题。这个芝士碎可以用在每天的烹饪食材中，经常做的鸡肉玉米饼上面抹了少许的意面酱，
加上一些烤制的鸡肉条，撒上一大勺的这个芝士碎，折一下，放在平底锅两面煎至金黄色就可以了。玉米饼这样做很受欢迎，外皮酥脆，里面的食材香浓美味。做披萨也少不了这个芝士碎。再看一下洋葱的储藏 ，Costco 的这个洋葱包装不是特别大那种，但是洋葱在夏季的时候如果保存不当，很容易腐烂。我储存的时候还是将洋葱去皮，切掉头尾，擦干水分，然后用 Costco 买的大的保鲜袋，一袋里可以装3、4个洋葱。在封口前中间放一个吸管，将里面的空气吸出来，这样就是一个真空的保鲜状态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有 Costco 那种真空食品储藏机就更好。我这种方法是省钱版。这样抽出空气的洋葱在保鲜袋内可以保存很久，最好是放入冰箱冷藏，或者是阴凉室温在20度左右的地方。过2周来看看这些在保鲜袋内储藏的洋葱，还是非常的新鲜，而且这样储存在使用的时候就省很多力气了。拿出来直接切碎或者是打碎，就可以配着自己喜爱的菜来食用了。今天虽然分享了这几种可以有效的储藏食物的方法，但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的购买，太大包装的可以试着和朋友拼一下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